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很多人觉得吃糖多了才会得糖尿病，只要控制好糖的摄入，就能远离这个麻烦。但是你知道吗？你可能走进了一个认知误区。其实，在日常生活里，有4类食物诱发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白糖还要高。它们看起来不甜，也很常见，却在不知不觉中给健康埋下隐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有一个最新的重磅发现，那就是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和食物的加工程度密切相关。这个研究它是由伦敦大学主导的，覆盖了8个欧洲国家，超过31万名参与者，平均随访时间长达10.9年。在这段时间里，一共记录到14236例新发现的2型糖尿病病例。这么大的样本量，加上这么长时间的追踪，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这个研究主要得出了一个结论，研究指出食品的加工程度与2型糖尿病风险高度相关，尤其是4类超加工食品是糖尿病风险飙升的关键推手。这4类超加工食品具体是什么呢？其实它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但是一不留神，你可能就吃到肚子里了。那么接下来请你认真听完，我会一个一个详细展开介绍。第一类就是咸味零食，比如薯片、辣条、咸饼干这些，很多人都把它们当作解馋小食，觉得吃一点没什么，但它们诱发糖尿病的能力可不小。研究显示，每天吃的食物里，咸味零食占比每多 10%， 得2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上升 177%。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高盐不仅会让血压升高，还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胰岛素没法正常工作。其次，这些零食大多是油炸的，会带来大量反式脂肪和热量。另外呢，它们的膳食纤维含量低，吃了之后不容易有饱腹感，很容易吃多，进而导致肥胖，而肥胖又是引发糖尿病的核心原因。第2类是加工肉类，像香肠、火腿、培根、腊肉。很多人早餐或者做便当的时候都喜欢加一点，方便又下饭，但它们背后藏着不少健康风险。研究发现，吃的加工肉每多 10%， 糖尿病风险就会提高 125%。这是因为加工肉里会加防腐剂，比如亚硝酸盐，这种成分可能会伤害分泌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而且加工肉里的饱和脂肪和高级糖基化终末产物会引发身体的炎症反应。另外，红肉中的血红素铁还会加重氧化应激，时间长了会损害胰腺功能，而胰腺功能不好，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受影响。第3类是甜味饮料，比如含糖汽水、果汁饮料、奶茶。很多人渴了就会买一瓶喝，却不知道喝下去之后血糖会瞬间升高。研究证实甜味饮料的摄入每增加 10%， 糖尿病风险就会上升 25%。 更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是那些标注无糖的代糖饮料，也可能有问题。它们会打乱肠道里的菌群，影响胰岛素的信号传递，间接让糖代谢出现问题。所以，就算喝起来不甜，或者说没加蔗糖，这些饮料对身体的伤害依然存在。第4类是即食食品，像速食饭、杯面、冷冻披萨、即热汤。这些食物确实方便，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吃到，但它们大多是3高1低的组合，高盐、高脂、高热量，膳食纤维却极低。这类食物的摄入每多 10%， 糖尿病风险就会增加 16%。而且即食食品里常会添加乳化剂、增稠剂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可能会改变肠道里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
引发轻微的慢性炎症，时间长了就会破坏身体正常的代谢状态，为糖尿病埋下隐患。其实这些超加工食品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某一种成分不好，而是多种不良影响叠加在一起。比如能量摄入过多导致肥胖，营养不均衡让身体缺乏必需的营养素，肠道菌群紊乱影响消化代谢，慢性炎症持续损伤身体器官，进而导致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一环扣一环，最后就可能发展成糖尿病。糖尿病从来不是突然找上门的疾病，它往往藏在我们平时不注意的饮食习惯里。那些方便、好吃、随手就能买到的超加工食品，正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慢慢影响我们的代谢健康。所以别再只盯着糖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些看起来正常，实则是工业制品的食物。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呼吁过，减少超加工食品的摄入是预防慢性病的重要策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饮食习惯来掌控自己的健康。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改变从下一餐开始就不算晚。屏幕前的你一定要关注健康星球，我会持续更新科学的控糖知识，揭露控糖误区，介绍正确的饮食方式。如果你和家人对糖尿病的血糖管理很关心，可以翻看健康星球以往的视频，相信你会对日常控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一起探讨，共同进步。我们下期见。